右脚球起来以后，落点不错，头球，打在横梁上，漂亮！中国队通过了一次角球，最后呢是完成了绝杀。在开场之后，阿森纳的进攻还是非常主动的。继续拉边路，进攻中呢，12号边路阿布巴卡尔呢也是比较活跃，到禁区内转身以后的射门，漂亮，打得不错啊。这是进攻上的11号鲍恩·菲利普斯，他还是队中的一把好手。中国队的传球，左边路有空当，给过来以后呢，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。看得出来啊，其实朱峥嵘上来以后呢，双方队员的这个争抢拦截啊，是做得很凶。差一点又是形成了好的进攻机会。中国队这边来看呢，反击啊兵力投入不多。另外呢，队员在边路的拿球，防守中的队员呢，很明显啊能够有这样一个对抗的优势。奥乌苏贾西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中国队的主教练福道明这个相对来说竞争力比较强、规格比较高的青少年的世界性赛事。先来看看这波进攻。拨到边路以后，看传中质量，落点不错，危险啊！你看后边后卫套上，两个队员，你看，非常好的跑动点。右脚球挑起来，机会！帕特里克·斯塔霍夫，这个球呢，用他的应该是有机会的。中国队前场这边有机会，禁区外围，你看赵松元。还在盘带，面对3个人，这球进了！哦，这是完全凭着一己之力。4号来自于清华附中的赵松元，完成进球，将比分改写为了1-0。这个是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，他自己单骑闯关形成进球。是的，这也在现场是形成了小高潮。这是一个完全个人能力的体现。前面我就说了，赵松元这是一名非常有特点的球员，虽然人非常高，但是脚下非常细腻，把握机会能力非常的强。赵松元的身高呢达到1.94米，这球是完全依靠个人能力，而且他虽然个儿高，但是脚下灵活。他也是越级来参加比赛的球员。是的，好像年龄只有15岁。他呢14岁就入选了U17。从目前来说，中国队的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不错，就是在进攻上，这个球有机会单刀了，禁区再进一个射门，哎呀，打太正了，这球还是打得太明显，守门员已经预判到他的要推的角度。还是赵松元，这个球呢对他来讲啊。我们也提到过，赵松元呢身材高大，但可能相对来讲呢，身材高大的话，就是拿球的推进速度啊会稍微慢一些。这个球应该是一次比较好的机会，但是可惜了。是的，感觉和一线队的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反正中国队这边呢，大量的球呢尽量的控制在脚下，希望能够去消耗一下对方的体能。好球啊，传得不错，怎么来处理呢？横向转移，哎呀！阿森纳队的机会，中场这边呢，中国队这边抢断还是很严密。右侧进攻中4名队员到禁区内，再传，这球第一点没有能够踢到，远端还有机会，再打一脚。中国队是半场比赛中呢做了2个人的换人调整。徐振鹏呢，目前是在武汉3镇的 B 队来征战中乙联赛，有过4次首发的机会，他也是打后腰或者说打中后卫。中国的一次抢断反击，到禁区内，赵松元又是他的机会，这球进了，好球！下半时开赛以后呢，赵松元又靠着个人能力，形成了一次好的进攻机会。比赛开赛仅仅是58秒，中国队2-0领先了。哇，这个开局真不错啊！是的，赵松元又是凭借个人能力的突破，完成了梅开2度。而且这个球呢，他切入的非常坚决。现场的中国队的球迷
高兴啊！我们再来看，阿森纳队这边呢应该是不越位的，这边的内部空当比较大。另外我们看徐宗元第一下，这个球呢被门将应该是挡了一下，而后呢这个球是打到了高速回追的4号丹尼尔麦卡伦的身上，有一个反弹，门将应该是挡了一下。是的。但这个呢可能会付出大量的体能消耗，同时呢形成中后场的空当。中国队又是前场断球，哎呦这下转移球，这是一个空当，看一看进攻，高速切上以后，禁区内射门漂亮，哇，打得不错。阿森纳队通过了同样一次高速反击，这是杰登·奥巴，这支队中受到关注的年轻队员。长驱直入之后，右脚打得很干脆。比赛全场52分钟，比分被缩小为了1-2。再来看这个斜传球啊，真的是精准啊，精确制导。另外射门打得也漂亮，打了一脚近角。这也是后场抢断之后一次快速反击、快速转移，也是依靠初中个人身体素质。球，22年拿获了队史的第14座英超联赛冠军，这让他们的球迷呢也确实是很兴奋。又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可惜了，这个球呢给了一个近角，但是质量过高。越来越多的球队呢来到上海参与到这项暑期赛事，也确实包括这次呢中国的U17的男足和女足，带来了非常好的练兵的机会。这是机会，分到左路。哎，第一下没停好，再打门，压一个近角。目前的8号右边后卫桑鹏，好球，也是一次机会，漂亮，2-2了。10号恩瓦内里，艾默森·恩瓦内里，他的哥哥伊桑·恩瓦内里呢是球队的1线队员，也是他的榜样。在门前非常的灵巧，阿森纳队打了中国队一个措手不及，简单的直塞球就打穿了中国U17的防守。最后呢，是我们看到艾默森·恩瓦内里冷静的推射啊，是的，中国队有机会，两侧都有传递的位置，再给，好球，第一下没蹭到。右脚，哎呦，门前的甩头啊！这个球呢，倒不用去做一个甩头，其实头训的舞台上和平台上，来施展他们的能力，来传授他们的经验和教训。外围的远射，4号中后卫麦卡伦，这也是首发的队员，打到现在，没踢到球，是踢到了队员。打平的情况下还是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。就这个呢，是阿森纳队在做。姆尼奥斯，反而成为了机会。穆尼尔斯的射门呢，其实打呲了，这肯定是坚持不住了。那他这一下应该是已经登不上了，这个小腿抽筋还是比较严重的。比赛的下半时补时时间呢是7分钟。外围再做配合，打得还很精妙。最后呢是左脚的垫射，真是不错。是的，你看这些配合都是下半场换上来的球员。其实从目前来看，下半场阿森纳换上来的球员确实从这场比赛来看，这个犯规了。再来看，作为一个人球分过要起诉，传得不错。哎呀，打得急了，弗洛霍奇。看看中国队最后时刻，看一看角球的主罚，右脚球起来以后，右边不错，头球，打在横梁上，漂亮！中国队通过了一次角球，
最后呢是完成了绝杀，替补登场没多久的程胜涵，这个程胜涵乘胜追击了啊，把比分呢是最终定格在了3-2。哦，这个时候现场上汽浦东足球场沸腾了。再来看，这下头球非常棒，给补射的队员呢创造了特别好的机会，而程胜涵在门前这个2次反应真的快。这样的话，主裁科瓦奇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。中国U17男足最终是3-2战胜了阿森纳队，拿获了本届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的揭幕战胜利。